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国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都是后续性的发展，就是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然后现在见结果啊。那么第一个是人民银行全面降准啊和中国经济的格局，我们会就着这个把中国经济再重新梳理一遍啊，讲讲它的格局到底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另外一个就是欧洲议会决议啊，抵制这个北京冬奥，然后中欧之间会正在酝酿第二次冲突啊。那先讲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啊，7月9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于7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那么，本次下调之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是8.9%。那么预计释放长期资金1万亿人民币。那么这是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7号发布这个降准预告啊。那么人民银行这次全面降准，而不是定向降准，力度之大超出市场预期啊。那么公告就说说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些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等经营困难。然后中国坚持这个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不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发力，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人民银行在答记者问的环节当中说，这次降准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取向的改变。人民银行讲，货币政策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态，这次降准也是货币政策的常规操作。释放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啊，还有一部分资金会金融机构用于弥补7月下旬这个税期高峰带来的流动性缺口，增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占比，银行流动性总量维持基本稳定。不过不管这个人民银行怎么说这次降准无论从力度还是执行时间都超出市场的预期那么7月7号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是这么说，他说针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产生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那么市场大体上都认为全面降准可能会是一个，可能不一定是全面降准应该可能是定向降准，或者时间窗口可能会是在9月份左右但是没想到马上就来2天之后就宣布那么人民银行说这次降准有2个考虑，一个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的能力，营造这个适宜的货币环境。第二个是调整中央银行的融资结构，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第三个就是这次降准呢，会给金融机构节省这个利息成本130亿130亿根本不是啥，不过他拿来讲他拿来就是讲一下那么机构呢，就是机构普遍认为几点第一个就是储蓄率偏高机构就是券商这些金融机构分析基本上有3个看法。第一个就是消费不足，储蓄率偏高，然后经济动能衰竭，加上部分地区还不断的出现这个疫情的这个干扰，所以有政策放松的需要这是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是这个大宗商品这个上涨的背景之下，
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比较大，那么需要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压力啊，这都是胡扯。中小微企业根本就没有融资能力，所以融资成本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啊，这都是书面语啊。第三就是美国通胀见底，然后中国通胀压力也有所放缓，所以通胀可控我的看法，第一个，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经济恢复，而不是通胀。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所以降准的核心的原因是刺激经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联储未来收紧的方向，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方向是确定的。那么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疫情恢复这件事情是可预期的所以美联储未来会收紧货币政策。那么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意味着资金会向美国跑，那么人民银行降准释放资金是一种这个预对冲的行动，就是资金要往美国跑嘛。那资金往美国跑的话，那人民银行怎么办？人民银行就提前释放一些资金出来防止这个到时候出现的这个冲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人民银行降准不减息，说明什么？说明它还是对人民币汇率采取一个警惕的态度，所以它愿意降准直接释放资金出来。如果你说要降低融资成本，直接减息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也搞绕那么远干啥？所以降低融资成本那是胡扯但是他又不愿意降低利息，为什么？他心里还是惦记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这头引导资金成本下降，那头要再降息的话，那对人民币汇率会造成压力。所以人民银行不想见到，所以怎么办？就是降准那我今天呢？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国海证券的一个研究员叫靳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货币政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那其实呢，我把这篇文章读完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的解释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和中国这个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意图，以及中国现在经济当中最核心的一些风险和问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就把他的文章呢重新梳理了一遍，我报告给大家。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据都来自于这个靳毅的这篇文章所以我要报告一下那他现在的讲法是什么呢？他现在的讲法是，他实际上是把去年就疫情爆发之后到今年整个的中国经济的政策整理了一遍。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收紧信贷，他有第一个观点就是收紧信贷是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为什么？原因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人民银行就上来就是大水漫灌实际上大水漫灌就形成了什么呢？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讲的是就是整体经济的负债就开始系统性的大幅上升。但你要知道，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这个水坝这个水位上升，然后你就开始往上这个筑这个水坝。那当你筑水坝的时候，你要考虑水位下降的时候，你这个坝可能会塌。这个坝可能会塌，是水坝筑上去，水位上升，你水坝跟着上升之后可预见的后果。所以呢，实际上当中国这个整体的杠杆率上升，这个宏观杠杆率上升的时候，也就是
全国性的负债上升的时候，那么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温床。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过去10年、20年所有的经济成果，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取决于2件事：第一个，你的金融体系有多么强韧，或者是反过来讲，你的金融体系有多脆弱，这是第一点，它反映在很多领域啊。第二点就是你的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经济实力决定了你在面对金融风险的时候，你能采取什么措施。所以，系统性金融风险实际上是所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脑子里永远要绷紧的一根弦啊。所以那怎么办啊？你大水漫灌上完出来之后，那么这个叫宏观这个杠杆率大幅上升啊，那怎么办呢？解决方案是针对2个最容易出现风险的部位，采取有针对性的金融管控啊，就是或者信贷管控啊。这2个最容易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领域是哪2个领域？第一个叫城投，第二个叫房地产。城投是什么？就是城市，就是城投其实讲的是一个城市的投资机构啊。城投通常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市政府的融资平台，就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城投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啊，什么比如说重庆市投资公司啊，这是深圳市投资公司、城市投资公司，大概就叫城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那所以呢，实际上大家看到的很多的经济现象跟这2件事情是有关系的。那么前者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后者大家知道房地产是什么。那么所以先讲第一个，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控制这个城投的这个债务啊。那么从第2季度开始，3板斧采取了3板斧。第一个，严格控制非标债务、非标准性的债务啊。那么从银保监会这个政策窗口指导这个信托投资公司啊，严格压降这个融资类的信托规模，就是主要是针对信托投资公司的融资啊。所以严控非标是控制城投融资的一个渠道，这是第一个阶段。第2个阶段，债券啊，去年的第4季度，交易所、发改委，然后等等各个部门陆续出台针对城投融资的监管标准，比如说交易所的红橙黄绿啊，把它定出来。现在监管部呢喜欢用这个啊。那么主要是严控城投类的这个新增项目债券啊。那么这是第2阶段。第3阶段，今年第2季度以来，然后控制城投的这个新增债务啊，从新增债务其实核心的是什么？银行严控银行向城投借贷啊，新增贷款。这是3阶段之后，那么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就基本上被管住了，就是说银行的资金也好，债券市场的资金也好，向这个城投流动的就大幅的减少。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2个方面就是这个控制房地产。控制房地产是从去年第3季度开始
那么第一阶段也是严控非标这个控制这个信托投资公司对房地产公司的融资，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四季度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房地产公司设定3道红线控制房地产公司的融资规模。然后第二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就是今年年初各个银行开始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控那么限制各大银行针对房地产公司、针对住房按揭这2个规模的他们所占他们这个信贷的规模这是这3板斧下来这个针对城投3板斧，针对房地产的3板斧下来，那迅速的控制了什么？控制了流向这2个领域的资金。那你想一下，这2个地方一控制住，意味着什么？大家很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在以往经济下行的时候，通常政府的措施是什么？就刺激房地产，房地产一刺激，就起来了但是这次不干了，为什么？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现在的情况是，你结构性的信贷控制，比如说房地产，比如说城投这2个地方一控制，整体的信贷规模就下降。那整体信贷规模下降，那你就要放松货币政策，否则的话，那经济就会掉下来的那么下半年的预期是什么？下半年预期就是出口那出口的一个是房地产的趋势是向下的那你想控制开发商的资金，再控制这个按揭的资金，那房地产肯定是往下走所以从目前房地产投资的各项领先指标来看，那么土地购置费、新开工面积、施工成本这些指标都会回落。那么下半年房地产的投资肯定是回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口预期下半年，所有的人都在预期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将会向下这是第二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基建，中国经济托底靠2个，之前中国经济有2个基本托底，一个托底是什么？一个托底就是基建投资基建，另外一个托底是房地产。那现在房地产的这个托底指望不上，那现在你要指望基建。那么对于基建投资来说，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地方政府基建是靠什么来投？靠2样东西，一个叫专项债，中央政府帮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然后给地方政府，你拿着这笔钱去干什么？去做投款首期，就是相当于基建项目的付首期，你拿着专项债去付首期，但你付完首期，你就要去银行借钱，银行借钱靠谁去借？城投去借，城投拿着项目去借银行借钱，你现在把城投的这个一扎，你这一扎的话，很多地方政府就没有钱了，没有钱去做基建投资，所以基建投资的预期，基建投资对经济的这个托底的预期，下半年就指望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你把房地产控制住了，把城投控制住了，那下半年的整体的经济的态势肯定是要往下走所以为了控制经济下行的这个压力，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降准全面降准的力度超出预期的原因就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下半年的经济的预期比外界想象的更严峻
那基本上是大的方向就这3点。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去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全部去年的这个指标，中国经济的指标全球领先，因为大家还在疫情当中翻滚，而中国已经走出疫情，而且出口非常的好，所以基本上去年中国经济的指标是全球经济的领先指数啊，这个并不意外。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什么？今年的态势今年上来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大水漫灌之后呢，就开始什么呢？然后整体的这个叫什么？整体的杠杆率上升，然后就开始收缩啊。实际上是去年的第4季度开始收缩啊，收缩从房地产收缩，从城投开始收缩啊，收缩。那到了今年的下半年，收缩了就开始干什么？又开始松了啊，就是说我们有讲由紧转平啊。那么下半年再往后走，应该是什么？由平转松啊，应该这样大体上，你可以看中国经济的态势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势。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2点。第一点，房地产市场前景看淡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别指望房地产会太好，好不到哪里去。为什么？资金控制住了啊，资金控制住的话，房地产市场会看淡啊，你现在已经扎得差不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期之内不会解决，因为城投控制住了，加上经济景气不好。大家知道有2点是决定市面上的景气度的。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你看市面上的景气度，就是逛街的人多不多，然后这个商场里面人旺不旺啊？我们通常以这个为判断景气度。商场里面旺不旺，就是大家口袋里钱多不多。因为钱多的话，他就会经常逛商场；钱少的话，他就不逛商场，因为没钱瞎逛啥。所以呢，基本上中国的整体的景气度会比较差，景气度比较差。然后地方政府没钱，特别是地方政府一没钱，景气度会更差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分析总体中国经济的格局，大体上取决于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刚才讲啊，就是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它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说它为什么背后要控制房地产，为什么背后要控制城投，还是针对这个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言。也就是说，你翻过来讲，中国经济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要付出的代价啊，就是在这2个部位付出代价。它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这种脆弱性，也反映了它背后有两个理性的逻辑。哪2个理性逻辑？第一个，选择付出代价的部位，那么代价的可控性就比较有利，对整体经济是有利的。就是你选择付出代价的部位，因为你要知道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只是当你在选择这个部位的时候，对整体经济有利，这第一个。第二个，主动控制这个风险的部位，比被动控制风险的部位代价要小，就是这2个啊，这背后的2个理性的逻辑。所以从这2个角度来看，未来中国经济短期之内，至少在短期之内仍然处于低谷，很难走出来。短期之内啊，那么一方面是地产，一方面是基建都起不来，就是总体的格局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当疫情来的时候，经济受到冲击，当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采取措施去应对？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先你要防止经济出现崩塌式的局面，然后你就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你这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有成本的，一定有代价。你比如说像美国，美国这个直升飞机撒钱，直升飞机撒钱一定会付出代价，比如说通货膨胀，比如说其他。当你通货膨胀来的时候，那你就要收紧银根，收紧银根会有一些企业会受到影响，等等，这都是要付出代价。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可能风险最高，然后代价可能最小，啊，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今天还有一个我看的一个新闻是什么新闻？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了一个意见，现在的政策都叫意见，叫关于推进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计量收费的指导意见啊。这个指导意见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这个地方政府推进这个厨余垃圾的收费啊，那么全面健全厨余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和收费机制。这是一件很有新闻不大，但是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它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啊。其实厨余垃圾这件事情呢，收费呢，2014年北京已经开始做了，然后杭州也做，杭州是2017年也搞了，就厨余垃圾收费。那么厨余垃圾收费当然主要针对是饭店，因为居民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非居民厨余垃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收费收不上来，为什么？因为别人已经交过费了。所有的餐厅，他们实际上在交垃圾处理费的时候，里面已经包括了这个厨余垃圾。只不过呢，这些饭店已经交了费，但是政府并没有提供厨余垃圾的运送的这个服务，所以而且饭店的厨余垃圾基本上拿去干什么了？基本上拿去养猪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但是你可以看啊，发改委跟住建部啊联合还出这个指导意见，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真没钱了，犄角旮旯的钱都要往外扒了。这就是现在昨天我的朋友跟我打电话跟我聊中国经济他觉得到底怎么样？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架子上的东西你看的都还在，但是底下是掏空了的。这就是现在的格局，底下已经掏空了。所以你看面上的东西都在，这真有点像《红楼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讲中国全面降准啊，它背后的动机，然后中国经济现在的格局是什么？大体上就这个样子。我们不可能说的太全面和太完整，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啊。那我们将来讲第二个主题，欧洲议会7月8号以578票赞成，29票反对，73票弃权，通过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案，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官员不出席北京冬奥会，并且针对香港和中国官员采取制裁行动，除非中国改善香港和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这个动议的议案的题目叫什么？叫欧洲议会就香港，尤其是苹果日报案件之决议案。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苹果日报这件事情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权力任性，总是要付出代价啊。那么这个决议案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针对香港警察引用香港国安法，大规模搜查苹果日报报社，并逮捕相关人员，以及冻结该报及其创办人黎智英大笔资产等事态，用最强烈的言辞予以谴责，明确促进欧盟委员会向因香港国安法
而面对被捕风险的香港记者签发紧急旅行证件，这是第一。第二，决议案第25条促请香港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考虑拒绝任何邀请，不要派遣政府代表团和外交使节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除非中国政府在香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出现可验证的人权改进，这是第二。第三，欧洲议会决议案第21条强烈促请欧洲理事会考虑引用欧盟马格尼茨基法的欧盟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对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及被裁定参与侵害香港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藏人与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少数群体人权的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官员实施制裁，包括夏宝龙啊、张晓明啊、骆惠宁啊、郑燕雄啊、林郑月娥啊、李家超、郑若骅、邓炳强、卢伟聪。制裁措施包括履行禁令、冻结资产等。这第三。第四，欧洲议会决议案促请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引入规章，防止欧洲资金投资到在中国大陆与香港合谋侵害人权的企业，包括设立实体清单。这个很厉害，这个啊。那法新社指出，欧洲议会的这个表决是欧盟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迹象。这项表决得到了欧洲所有主流政治党团的支持，其中包括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那么在这个欧洲议会决议通过之前，美国总统拜登7月7号签署公告，宣布延长这个前总统川普颁布的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令以及相关的制裁措施为期1年，其实就是延长针对香港和中国高官的制裁措施1年啊，对象就是这个欧洲议会抄的那个清单啊。那么这个措施也就是欧洲议会提出来的制裁清单啊。那么英国工党在7月8号提交报告，呼吁政府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啊。那么以及就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遭到种族灭绝向中国施压啊，这是一个。然后是中国驻欧盟使团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指责欧洲议会决议颠倒黑白，公然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法治精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然后是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然后指责决议抹黑香港啊。然后中国外长王毅就在这个欧洲议会辩论这个决议案的时候，王毅就找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博雷利就相当于他们的外长进行视频会议然后就当然这只是个姿态就是意思就是王毅说中国在涉疆涉港人权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要教师爷，谁愿意当他的教师爷？教师爷是什么？教师爷是私塾，私塾是什么？所以中共还活在封建社会。博雷利说欧方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支持香港独立港独出来了好，其他的我就不再念了，核心的有2个，环球时报环球时报呢，它有英文版有中文版。他说这个中文版是这么说，他说所有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制裁都将遭到无情的报复，
欧美将蒙受与中国因为冲突而产生的同样损失，奉劝他们自我克制啊，这是中文版。英文版说什么呢？英文版说这个决议案没有约束力，所以对欧盟毫无负担。不过呢，他引述这个刘兆佳，刘兆佳就是官办的智库啊，他说，美国其实害怕在香港的利益受到中国反制措施的打击，所以呢，对中国近期通过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有所顾忌，所以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制裁的中国的官员。重点，这就说到了重点，叫反外国制裁法，这是6月份通过的啊，人大常委会6月份通过的。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如果西方国家，其实他讲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制裁了中国，那么中国就自然就会进行反制裁，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中欧之间的翻脸其实是因为什么？其实是因为3月份啊，3月份欧盟跟美国、跟英国、跟澳大利亚5个啊，澳大利亚、加拿大5个国家一起制裁中国，那么中国就反制裁。反制裁实际上中国的反制裁欧盟力度更大，结果欧盟就翻了，就欧洲议会就通过一个决议案，就冻结什么呢？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这件事情是中欧翻脸的一个导火索，所以中欧之间的这个制裁跟反制裁影响非常的大啊，影响非常的大。中国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因为你要知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基本上是中国针对欧盟在外交上最重大的胜利啊。那你现在搞了这么一把下来，中欧投资协定、全面投资协定给冻结了，你最大的胜利成果一下子就泡汤了。那这次的情况，他再通过一个什么？他通过反制裁法。这个反制裁法，你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你变成了一个把自己给架起来，下不来了。你想一下，你6月份刚通过反制裁法啊，现在欧洲议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议案，这个没有约束力，的确是没有约束力。但是你要知道，它反映的是欧洲的民意。欧盟委员会它要执行，欧盟委员会它是个执行机构，它执行机构是意思，它要反映欧洲的民意，它的政策要反映欧洲，这是个民主的国家。那你怎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跟他这个决议对着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欧盟委员会它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应欧洲议会的这个决议。那如果他回应的话，意味着什么？那么就意味着中国要反制裁。中国再反制裁一把的话，那中欧之间就会进入第2次的冲突。这第2次的冲突，你看一下前面，中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外交代价。那你再进入另外一场冲突的话，中欧关系就救不了了。那我今天又看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什么呢？这个报告你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的被动啊。为什么会这么被动？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啊。美国有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CSIS 啊 ，CSIS 这个机构呢，这个美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很密切啊。他发布了一个报告，题为《北京对美国衰落的叙述如何导致战略过度自信》啊。这份报告的作者是
他们中国项目部的主任叫白明，这是一个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还有一个就是高级副主席战略副主席兼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这2个人一起写的这份报告。这报告怎么讲呢？这报告讲呢，中共高估了他自己的实力，那么通过官方叙事营造这个东升西降的错觉，从而会造成了这个战略误判，比如说实施这个战狼外交等策略。而且这个报告认为，这个中共不是一党专政，是习近平一人专政，这是现在的中国政治现实。那么中国就很难修正激进的路线会导致严重的战略失误他这么说，他说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北京就中国评估美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就一直认为美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的恶化，然后西方世界的衰落正在不可动摇，正在不可改变的发生所以呢，中国官方叙事就按照这个来不断的陈述就叙事表达。所以呢，中国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就过度的自信，所以呢，他们更倾向于对抗和主动出击所以这就是战略外交的核心内容。然后他说，这个2008年开始，歌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唱衰美国金融实力和民主治理能力的中文文章，这个激烈的激增那么尤其是美国选举、美国大选然后就这个不断的，他举了一些文章的例子，包括《人民日报》今年1月13号刊登了一个美式民主神话的终结，作者是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叫李云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5月21号《环球时报》刊登了西方政治劣质化进一步贻害世界，作者是社科院的一个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张树华。那么报告说很简单，你就说美国在国防上继续超越中国，去年美国军费支出是7380亿美元，那么中国跟俄国2个加在一起的3倍，所以呢，美国这个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 3.1%， 中国研发只占 2.2%美国在疫苗接种的速度也保持优势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正在衰弱这个报告呢，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一起讲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看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在碰壁一系列的针对欧盟的，针对美国的针对日本的，针对东盟的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犯错误，而这一系列犯错误导致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外交孤立。但是你可以看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还在继续朝着它既定的外交政策往前走。所以这篇文章其实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其中有一个就是自己写文章把自己给忽悠了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今天讲冒了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因为我太想把太多的内容装到里面去。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明谢 John Snow 谢谢秋风瑟瑟谢谢，把 T 字设成美国，苹果 ID 注册成美国，两者一致就可以支持王先生，给王先生掌声，谢谢。控萝莉发现王先生买了新的 iPad， 刚好我自己也买了，恭喜恭喜。OK， 我之前那个 iPad 有问题，
我没办法 update 更新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没办法用，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修，所以干脆买个新的啊。那个 iPad 已经用了几年了啊。Richard 胡，谢谢。榴莲季到了，请王老师吃三猫王。哎呀，那个是很好吃啊。情况，坐标南宁，亲戚收到单位通知，18年、19年的绩效奖金要退回去，感觉中国经济真的要进入冬天了。地方政府财政已经扛不住了啊。观点：地方政府日子难过，地方融资被管，卖地收入被收啊，卖地收入没有收，卖地收入它只是由国税局去收。国税局去收呢，当然会对地方政府有影响，但是钱还是地方政府的钱，只不过呢，它没那么便利啊。有城投也是，城投能够用土地做融资啊，通过卖地，通过城投的一番操作，它是能够拿这个土地来融资的。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如果他现在如果这个税卖地的收入由国税来收，城投利用卖地的这个过程进行融资的这个渠道就没有了，至少这成本要大幅上升。地方政府估计只能躺平，地方政府是要躺平，没法，他已经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我今天看这个习近平参加深改委一个会，我们今天就没特别报。为什么没特别报？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思啊，但是中间有句话是有意思的，是今天参加这个深改委第20次会议，他中间讲了一段话，讲的什么话呢？我看一下哈。这句话，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的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推动部门高效联动、区域协同发展，要加强统筹指导，督促地方和部门找准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巴拉巴拉巴拉这样。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发挥中央、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大家都有积极性的话，他就不会这么说。地方政府现在是没有什么空间。你想一下，税务局给你撤了，对吧？税务局撤社保的收入交给了税务局。然后地方政府有4项核心的收入，比如说这个卖地收入啊，比如说矿产收入啊，资源税啊，全部由这个税务局。基本上现在地方政府只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了两个权利。第一个，交通罚款，地方政府是他握在手里；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城建罚款，叫什么？不是城建，是这个城管的罚款。这俩罚款就变成了什么？地方政府的环保、消防都不算，消防都是那个什么的。消防可能不知道，但是至少环保、城管、交通，现在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那不是惨了吗？那有多少钱？没多少钱。所以地方政府现在的活动空间是非常的压缩的非常的小情况有亲戚在四川省委混的黄粱，他说成都几个主要的区，温江、青白江全是负债，前几位都是负债600到800亿人民币。中国上千个这样的行政单位，引用一下长者的名言，我是替他们着急呀。区政府借个500-600亿，在中国的市政府各个中心城市来说，一点都不意外。现在县级政府
县级政府上来都是几百亿的负债，市政府啊，各个市中心城市啊，不说这个4、5线城市，中心城市市政府一级的负债，这个互不相关的啊，千亿、数以千亿啊，市政府是千亿，然后区政府啊几百亿，县政府也是几百亿。那你数一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多少债？我们之前算过，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账面上的债加隐形债，你说不是省政府的债才会登记进去的，省政府以下的债都没有登记啊。大概是85万亿啊，85，中国的 GDP 是100万亿，那么地方政府的债是85万亿，如果你加上中央政府的债25万亿，也就是100万亿。中国的地方政府加中央政府的债，就是100万亿，大概是1年的 GDP 吧，所以这个是，寅吃卯粮，情况不光全面加速化，还要全面跨行业内卷化。人民教师咬公务员有考核奖金，他们没有；地方大员一拍脑袋，咬得好，拿了我们地方考核奖金的全部给我退回来。然后公务员咬人民教师有寒暑假，他们没有；地方大员一拍脑袋，咬得好，全部取消人民教师寒暑假，都给我回来，去教育局报到，给我开班授课，拉动地方经济。现在有在说这个事儿，说这个老师这个寒暑假寒暑假上来补课，大概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内卷化。那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提问：地方债务被控制，肯定会影响地方经济。请问王老师，这对哪些城市影响最大？对哪些城市影响最大？经济越差的城市影响越大，我就数不过来了。大概是这样。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影响大，西部城市比东部城市影响大，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影响越大的，就影响越大，不应该是经济越差，影响越大。请问王老师，欧洲目前的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加上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是否给中国来加大出口的机会？另外，按照目前美国房市暴涨的行情，是否会引发联储局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好问题啊！第一个，美国经济的反弹已经见顶，所以美国下半年经济反弹应该是慢慢的恢复常态，所以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国家正在恢复当中，所以原来其他国家的订单流到中国的订单又会回去，所以呢，中国呢不要指望下半年出口会好，下半年出口第四季度，我认为第四季度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因为去年第四季度出口非常的好，所以今年第四季度的出口可能会出现下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房市暴涨会不会引发这个联储局加息啊？或者主要是收紧货币政策就加息啊？我觉得没那么快吧。联储局自己都说了，他要加息要到明年的年底才有可能加息。当然，这是给一个合理预期，所以我觉得美联储不一定那么快会调整它的货币政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自己感觉是美国的反弹行情已经见顶，下面第四季度，我觉得第四季度美国的反弹行情会慢慢的下来。所以美联储没那么快做动作。提问：王老师你好，根据法广的报道，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机械设备世界出口的冠军。德国专家认为，疫情因素是中国今年出口大增的一个因素。
但是他们认为长期趋势仍然有利于中国。欧洲的一些制造商和专家认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会使中国成为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的竞争者，这对欧洲来说既是光明又是阴暗。请问王老师，你如何看待中国机械制造的发展前景？中国机械制造毫无疑问是因为疫情所以去年就业绩很好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开放，中国自己已经开放，所以订单都跑到中国去这个可以理解。从长远来说，我认为中国的机械制造当然它还是有成本优势的成本优势，但是中国在中高端的机械制造，主要还是在中低端的领域中国的优势，中高端的领域呢，中国就没有优势当然你欧洲这些专家尽量的把形势说的严峻一点，可以获得政策的支持，这个我理解，就有点像美国的军方经常讲解放军的海军比美国的海军还要厉害，讲这种言论我觉得不是很客观，它中间是有利益的，就我不觉得中国在中高端这个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上网搜一下，不说别的，你就说机床这个行业，不说别的，机械制造机床是机器之母机床这个行业，中国的形势是这样，这是其实是非常能够反映这个机械行业、机械设备行业的特征的。就你上网搜一下中国的机床行业核心的机床行业，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竞争力有限，它的成本就是它的优势就是成本对于欧洲来说，它当然成本一比较成本的，它就没有优势。但是在中高端的这个机床或者机械设备领域，中国没有竞争力，因为它没有技术，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人把这个事讲得很，当然这个欧洲国家它当然要警钟长鸣，这个很理解。但是现实并不是说的那个图画那个样子观点，梦是一种意境，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但梦终归是要醒的。习宣扬中国梦、强军梦，无非是一场闹剧，或者说是更像精神鸦片。有梦固然是好的，若梦与现实差距过大，人力不可为之，那便是黄粱美梦，白日做梦，习所做的一切，最后只能对应《红楼梦》的第5回那句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OK， 红楼梦，我都经常我认为中国梦就是红楼梦提问：正准备8月份去美国买机票时，发现中国周边国家去旧金山的机票都很便宜，一旦出发地是中国，机票票价马上翻倍。本来想分段买，却发现出境机票第一段不管多短都是翻倍。请问王老师，出境机票是不是被某种因素给影响了？是不是有人有意控制出境人数？是啊，就是有意控制出境人数，这是去年12月份定下的规定，他们叫控制跨境流动。控制跨境流动有3个措施，第一个，护照不给办，除非特殊情况不给办护照，那你就没办法跨境了，先把证件管上。第二个，把航班管上。航班是什么？航班是5个1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每个城市一个航班，每周1次，5个15个1，所以航班控制了，航班控制当然就贵你本来是有大量需求的，你把一个航空公司每个航空公司到中国只能飞一个城市，然后一个城市1个星期只能飞1航班，你说这个航班一下减少了多少？那当然就贵了嘛，这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要控制跨境流动提问：身为台湾人，深知台湾民主来之不易，
但每次台湾有大议题，例如选举、同性恋婚姻、疫情等，台湾社会总是充满了对立和仇恨，极度撕裂。请问王老师，撕裂和对立是不是民主社会的代价？看看国外的选举，党和党、人民和人民都充满了对立，这种情况有时候内心充满了疲惫。我不是在说中共有制度优势，请别误解。你的问题是什么啊？民主的代价啊？其他网友答：民主制度带来的效应有可能是这样，是这位网友所说的对立和撕裂。我也曾经有过这种迷惑，但是听了王老师的视频后，想通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矛盾，跟伤口一样。民主国家的治理方式是让伤口化开，让脓清干净，最后恢复健康。独裁体制是把脓留在伤口里，然后假装没有受伤，最后引起的败血症必须截肢，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台湾的撕裂，台湾的对立，中间还有个因素，就是中共的因素啊。民主政治或者是社会一个国家，其实很多利益是对立的，很多利益是对立的。你比如说出租司机，出租司机的利益和乘客的利益有共同之处，因为他们需要运营，对吧？因为一个需要，一个供应，然后有供应有需要，然后他们就成交了啊，就完成了一个交易，一个运输的动作。但是他们利益又有对立之处，就是票价、运费啊。那么这个运费高了呢，对出租司机有利；运费低了呢，对乘客有利。他们是不是有对立的地方？其实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会出现利益的对抗，所以很多人群他们天然的就有对立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怎么去解决？民主政治的民主社会，它有一系列的解决的机制，它要建立这个解决问题的机制。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跑到议会去，一人一票选出来。所以呢，民主政治的解决方案，它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这就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相结合，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利益的对抗。专制国家怎么去解决这个利益的对抗？就是它是独裁，它是唯一的权利，他用唯一的权利，按照再把他的利益放进去，这件事情就会扭曲。因为你要知道，利益的双方进行博弈，最后得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这件事情就基本上解决了。那么大家都接受这个方案。那独裁者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然首先要看双方的利益怎么样去博弈啊，但是他是个绝对的，独裁者是个绝对的权利，他把他的利益再放进去的话，这件事情能够公平合理的解决吗？当然就不能够。所以很多问题就会出现扭曲式的，比如政府把自己利益再放进去。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改来改去改不完？为什么？政府的利益又掺和进去了，他把很多事情把自己利益先放在里头，这就是中国出现利益对抗的时候，问题就不能够解决的原因。所以，然后他在压制大家的言论，你不能说话，听我的，只能我说，你们都不能说。那当然你也不能反抗，反抗的话我就打，就是这样。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没那么美观啊，没那么整齐划一啊。所以你看，中国很喜欢搞团体操，大家整齐划一做动作啊。但是你在这种团体操，在西方国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大家的价值观。所以不整齐划一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因为每个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观点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和台湾人充满了对立和仇恨，
就是中共一直在营造仇恨的环境。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智会发生扭曲，比如嫌你贫，怕你富，恨你强，笑你弱。在互相咬的环境中，没有人可以保持善良，这就是邪恶的帝王术，非常正确。我昨天一个朋友跟我打电话说，说他在国内的朋友国内的原来的同事给他打电话，问他你怎么样啊？你们的疫苗怎么样啊？打得怎么样啦？意思就是怕你过好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跟他讲，你跟他扯什么扯？有什么好扯的？大家闹一肚子气，何必？提问王老师你好，今天跟一个小粉红对战，对方说好像美国马上就要因为美债违约崩溃了。我说没有相关知识，请问王老师，我该如何反驳？你为什么要跟他对战？浪费这种时间干啥？美债违约，美债是一个没有概念的概念。美债有很多债啊，企业债、政府债，很多债。那你违约哪个违约？债券市场每天都会发生违约，包括中国的债券市场也会违约。但是如果政府债，比如说我们叫国债或者叫国库券，国库券要是违约的话，那就事情就大了。但是美国的国库券没有违约的记录，美国的国债或者叫美国的国库券是世界上信誉最好的债券。目前为止，世界上信誉最好的债券是美国国库券，全世界中央银行都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拿美债来说，这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之一，就是美债。提问：东边美国在日本有驻军，东北边美国在韩国有驻军，南边美国在关岛和新加坡有军事基地，在西边并没有。阿富汗又是一个中共“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请问王老师，美国在阿富汗迅速撤军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很容易理解啊，美国在阿富汗付出了巨大的军事资源和投入，经济投入，花好多钱在阿富汗，帮助中国在它的西北边陲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凭什么呀？对吗？那我就走呗，我在那边没有战略利益，你们就好好的闹腾闹腾吧，就是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要为你的西北边陲，对吗？情况，美联储6月17号已经上调了逆回购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因此逆回购市场回收资金屡创新高，一度达到1万亿美元。虽然名义联邦基准利率没变，但是效果是变相加息了。就是这样。提问：在香港问题上，不管西方怎么制裁，中共依旧我行我素。纵观西方对世界各国独裁者的制裁，没有哪个能够阻止独裁者的步伐。请问王老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西方的制裁？这是中共一直是这么宣传的，但是你要知道，制裁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不觉得西方对香港采取了什么有力的制裁，没有。但是你看一下俄罗斯的制裁，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现在俄罗斯原来是 G7+1， 你想想俄罗斯当时是多么重要，现在俄罗斯变成什么？俄罗斯 GDP 还不如广东省。制裁不重要，制裁很重要好吗？你看看朝鲜什么鬼样子？你看看伊朗，他付出的代价讲都讲不出来啊，很惨的，非常惨。这种级别的制裁是非常惨啊。情况，我在国内玩加密货币，圈子里的朋友有接到公安的电话，说不要往加密货币充钱了。无一例外，他们用的是华为手机，建议大家尽量用苹果手机，并且使用国外的苹果 ID， 不使用自己的数据储存在云上贵州，这样能够增加他们找你的工作量，大大的减少公安找到你的几率。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点的人，那是有点问题啊。情况之前王老师讲过，紫光企业负债暴雷的情况。
刚才一个微信群传出紫光集团被债权人微商银行申请破产重组的消息。是的，要破产了啊，要破产。中国破产不容易啊。观点王老师你好，很感谢王老师每天与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资讯。最近读威廉伯恩斯坦的书籍，再结合王老师的观点很有感。我们不太可能做到对未来精准精确的预测，但充分了解过去可以让我们有能力辨识此时的风险。是的，谢谢。提问：明明知道头条和抖音是洗脑工具，我删了又安装，怎么也离不开。大陆的电视剧更是洗脑的工具，我每天定时追剧的同时，又有深深的负罪感。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戒瘾？找替代品。你不找替代品没办法戒掉，找替代品啊！而且你看看中国的电视剧，充满了粗鄙。你看一个女孩子上来就讲钱，又讲钱，你看那个表情，双方对话的那种夸张的表情，那种语言的那种暴力，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讲话？中国人当然，那电视剧是因为中国人这样讲话。但是电视剧也把这样讲话的方式传播给了每一个人，所以少看为好。观点整齐划一的标志就是军队正不走，德国的纳粹、苏联国民党、中共的军队都是这么走啊。情绪，这次中共100年吹大牛，王老师的节目中用事实打脸他们，一连几期，我突然理解了，你不光是媒体人，更是一位对中共有极强斗争意识的战士，向你致敬。请老师保持你的敏锐和尖锐，希望频道订阅快点过30万。好，谢谢，承你吉言，谢谢。明谢 Laura 罗，谢谢。屈原，谢谢。老王，谢谢。翻墙的朋友们加油，不管在哪里，心里都要有一盏光明灯。谢谢老王。我在这里讲一下啊。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被网友批评，说我迟到。那么迟到，我以前很少迟到，我以前基本上不迟到。那么最近迟到多，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改变了一个规则，我自己改变了规则。我原来是时间第一优先，就是不管怎么样，我有的时候没准备完，我就开始。因为我要守住这个时间，然后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广东话自己执生，就是用在节目过程当中的调动小宇宙来弥补还没有准备完的问题，但是还会经常会出现一些状况，因为我们在准备节目跟我们做一个杯子是不一样，我们做一个杯子基本上你的时间是恒定的，但是我们准备一个新闻的时间是不恒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状况，比如说我准备好了2个节目，2个主题，突然看到一个新的主题，哎呀，这个主题更重要，怎么办？我可以留到晚上说，但是我还会觉得尽量早点说为好，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换，一换呢就出问题，出状况。如果不换的话，我基本上可以提前15到20分钟准备好啊。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一上来就看到主题，然后我把这个主题啪啪啪准备好。我现在给自己定的一个规则是什么？我宁愿迟到，我要把节目做好，我才开始。为什么？2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之前的时间放在第一啊？媒体的特征是什么？媒体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提供可预期的新闻服务。什么叫可预期的？就是你得准时出现在大家面前，所以我基本上不请假啊，就是有的时候出状况我也不请假，原因是我要提供可预期的服务，新闻服务，这是媒体的第一个特征。那当然准时是其中一个特征，你像新闻联播一直是7点钟，从来不改，原因就是这样可预期的服务，这是。但是对我来说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知道我会按时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有的时候会迟到。
原因是并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误，是因为我们遇到状况，所以请大家了解，我最近是改变了这个规则，我情愿把它准备完毕才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迟到的原因。甚至我最近会迟到半个小时的原因，是因为我突然准备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新的新闻，我认为新闻更重要，所以我就放弃了原来准备的，我重新准备了一个主题，那大概用了半个小时时间。所以你看到我迟到半个小时，通常是换主题了。就我在这里跟他，为什么我会改这个主题？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每天按时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预期大家已经建立了。那么在以这个为前提，我就希望能够让我的内容更完善，这就是我改变规则的原因。我这里就特别向大家报告，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改变，就是因为大家已经知道我是不偷懒的人，我每期节目都会出现，除非我提前预告。那既然大家都会知道我会出现，那我迟到一点，我还是以内容为优先，这是个合理的选择。所以今天我特别向大家报告这一点，好吗？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